这次舞台嘛，比上一次好是肯定的，但关键是，就是说心态上可能会比上一次有点紧张，因为这一次的时间我感觉没有上一次那么长，那么久，然后就准备的时间没那么久，就觉得自己的每一个节目没有完成的那么的完美，就觉得还有一些缺陷，就跟一个怎么说呢，有完美心理的人来说呢，就是有一种很不舒服，就跟强迫症看到一个很平整的东西中间有一个小污点差不多。满意的呀，我觉得吧，特别舞台非常的满意啊。虽然最后那有一点小失误，这是最后的那，就是不是苏畅坐在椅子上，我是这么嘛，我抢拍了，就先提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那儿还是有一点瑕疵。然后不满意的嘛，躲猫猫吧，因为我觉得，不好的不是在于我们三个，而是在于我自己，就是说，估计是，因为其他的舞蹈节目选多了，导致这一个节目呢，就怎么说，就没有100%的把这个心思放在上面，可能只用将近了90%，就还10%呢，就是有点打水漂了。所以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呢，当然肯定是比练习室啊，但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个也有点紧张，可能就是导致这样，导致我有点不满意。我觉得吧，自己更有领导能力了，因为这次我承担了2个队长，然后呢，我觉得虽然我这个队长呢当的也可能是有时候不那么尽责，但关键是我觉得还是将一些节目，就怎么说呢，就大家上课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就比如说当趟。我觉得这个节目呢，非常的棒，也是非常的棒，仅次于特别舞台。然后呢，还有2点，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突破了自己，就一个是关于五官之中的眼睛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有时候会流泪。我觉得吧，我虽然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委屈了就忍不住了，但我觉得最近呢，我也很努力的在控制自己，老师等一下，这段卡掉一下，让我想想，控制自己，对，就是说忍住自己的眼泪，尽量不要让它流下来，但还有一点嘛，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它。有那么一点不自信，就可能是在舞蹈方面，也就是说到了自己一个瓶颈期，然后总是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跳着舞，然后总觉得自己跳得非常的难看，就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现在会跳成这个样子，然后就累积下来这么多次的话，就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然后在老师面前也不敢展现自己，所以有时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比如说像女团舞吧，当时我也想竞争那个BLACKPINK 后面的那一段舞嘛，但由于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跳的不是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就是说不敢就是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所以说最终还是落选了，但也没关系，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经历，要慢慢改掉它，对吧？其实吧，我觉得这次的舞台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句号呢，也是个圈，但这个圈呢，并不是说已经终止了，我们会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广，然后这个圈也会无限的扩大，然后走向更大的舞台，见到更多的别人，然后也会让你们见到更好、
更完美的我们。就不是很好。虽然说在台上的时候人来疯，但是有时候疯的有点过头。老酒保了，酒保当时把杯子扔飞了，当时是就不是很熟悉道具，因为那些台上的有些是真酒嘛，然后倒进去之后手痒，摇了2下打不开了，里面有气。后来就没有把它盖稳，然后在台上扔的时候就把那个扔掉了。所有的节目都是有些有，有些没有，就是同一个舞台有些地方很出彩，但是有些地方就很多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时候会突然忘动作，然后有时候走位，就是容易撞到。没有，韩语吧，所以说也不是那么标准。生长痛什么的，就长高的时候膝盖疼，偶尔突然一下会有一点疼，然后就没了。剩下的就不是痛了，就累了。大部分的累也不是身体累，大多部分都是心累。有些时候体能跟不上，然后就是想唱好跳不好，心累。有时候唱歌就是有些地方想唱好，但是唱不上去，然后又心累。反正处处就有心累的地方。睡觉，我一般就是睡完一觉起来啥事儿没有，然后就该咋样还是咋样。大老二家家的哭啷个嘛哭，好久没哭了，没有，我从来没有偷偷哭。该有的时候有，不该有的时候有，就不该有。对，该有的时候有，不该有的时候就不能有。所以说就要把圈扩大呀。它是个圈，但是它里面会出现新的事物。假如说就这个宇宙嘛，这个宇宙也大致就是一个圈，里面几个星系啊，几个天体。那我们现在不是生活也蛮好的，虽然说就像宇宙大爆发论，就是所有的物质会回到一个起点，就是从零开始，但是至少你努力过。就好比说我们生命走到尽头了，然后你的子孙下一代就来继承。对，御寒的话就是从某一刻开始，那一刻的你就绝版了。每一刻就会迎来新的事物，不管是你身体上的、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悄然的发生变化，可能是爆炸头。是金子总会有，呸！是金子总会花光的，花光了就会有新的一批金子生产出来。对，整体我觉得这次我们舞台质量提升了很多，相比上次因为就很多不足，导致切画面也切得很多，很急促。然后这次还至少能看全景那些，之前完全是没法看那种。并且这次我感觉大家都努力了很多，都有一个提升吧。我自己感觉其实我们的张俊豪提升了很多，因为之前他总是一个木偶，只会假笑，笑得又很傻白甜儿。现在呢，至少还有很多表情了，而且动作也大了很多。我自己，还行吧。我感觉突然就有那个感觉了。对，我还记得上次单向放映厅看到这4次进化论，也看到自己那时候的傻样子，突然感觉其实确实感觉长大了不少吧，比较满意的特别舞台。虽然说大家都有失误，但我觉得整体看着还是非常舒服的，就还有那种比较毛骨悚然的感觉，自己跳着会给别人带来恐惧，挺开心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一点吧。就从上次夜话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这种惊悚的舞，然后呢也能吓到别人。哭过肯定是偷偷的哭，就不会表现在大家面前，因为这样的话也挺伤我们的就是内部的那个感情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哭的话，就会让其他人感觉到，其实也会想到很多比较痛苦的事情，让他们也会难过吧。然后就这次比较痛苦的，我觉得应该是咆哮，还是咆哮。我自己感觉到，就
跳得很差，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就内心很纠结，就纠结怎么把这个舞跳好什么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里面，就听着那个咆哮的音乐，然后呢莫名其妙有一种泪流满面的感觉。就当时我们都睡了嘛，我还在听，戴着耳机，我听着听着就有一点那种很伤心的感觉，然后后面扇着扇着就睡着了。我当时在想，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喜欢要指着人说动作错了嘛。我就有一天晚上，就当时状态也不是很好，就是老师提了我很多次，就每跳3个动作都要说我一次。然后当时其实我当场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然后回去之后想了一想就更难过了。偷偷哭倒没有，我是一个比较强壮的男人，怎么可能流泪？只有迫不得已才会，就自己逼自己的时候有也行，想一次比一次好，超过更多的人。跳舞比我好的，我想就尝试一把超过他；唱歌比我好的，我也想超过他。就当时就想，也不是说偏科那种，就跳舞好唱歌差那种，就想两个一起均衡起来，就综合实力比较厉害吧。我挺期待的吧。痛过就开心了，风雨后总会有一道彩虹的。我挺享受的。就最开始来公司，可能一点都不想上课，就总想逃课，找些理由不上课。但现在呢，感觉好了很多，就还挺想上的。我觉得如果不上舞蹈课，不经历这些痛，可能还让我有点不适应吧。我觉得因为经常这么强度的训练，我已经习惯了。做体能的时候，我就会想再努把力，加油加油加油，坚持到最后就没了。命运可以摆脱呀，又不是每个人的命运都会被圈在一个小框里面。如果你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去挣破这么很厚的这个圈，还是可以挣破掉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就再把这个圈突破呀。痛苦肯定有痛苦，但肯定有开心。我觉得挺像的。第一次我觉得是最痛苦的，因为那个圈对于我当时那个小圈虽然小，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难挣扎的。因为当时我们就大家也没来公司多久，也没一起训练多久，没有什么默契度，跳舞也不是很齐。但现在随着一次一次进化，我们就进化成了比较高级的人类，默契度会更好，而且大家也成熟了，会想更多东西，也不会光为自己考虑，肯定不会虚飞。我觉得很有新鲜感，因为每一个圈都会有不同的挑战，所以说还是蛮期待下一个圈的。下一次见面，我会展现一个更不同的自己，就跟这次还要不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新鲜的事物，而不是喜欢一个比较老套的。就如果每次都一样，肯定没人喜欢看。所以说肯定要面临一个全新的自己。有些行，有些其实还欠缺一点。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还可以吧，虽然说没有那么好，不满意的自己的。好温柔，感觉多的没之前好。我们的人变化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默契度还是不是非常，跟2年前之前比的话，就是还有点差别。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进化在不同的方面，不一定是在一个节目上面。比较满意的舞台，杀手，因为这个节目是提前2、3天还是3、4天拍的，然后一开始就是练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然后呢就感觉其实演出下来就是无论是从观感还是听觉上，我觉得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其实现在脚其实也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就是其实还好。现在我就是也是开始慢慢每天也会有舞蹈课，然后呢就是之前因为我脚，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就是我觉得没有破圈，我觉得
我觉得只是就像就是感觉就像我就是我自我介绍那一段，就更专注了。舞蹈的话，我觉得我拉了这么多课的话，我觉得就是从这些舞蹈上看来的话，我只是就是把这些舞蹈给赶上去了，而不是就是我基本功变得更好了，就是我能以我最快的速度做出最好的效果，然后去更好的演绎它，然后再听老师的意见，然后就是与其他就是朋友们就是看起来相差不了多少，就是那种只是尽力吧，就是。但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这样，但不代表以后是这样。没有啊，为什么要哭？我觉得挺开心的。唯一一个想家，就现在一个新的学，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在技能方面，就是肯定要在以最短的时间，特别是舞蹈，然后跟上他们的步伐。然后声乐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跟之前差不多嘛，就是唱更难的歌，就是越来越难嘛。然后就是在学不同的技巧，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气息。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反正就是无论你在新的圈还是旧的圈，是比如说就是老师跟我们讲，就是要准备这个舞台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然后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圈的话，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继续打出这个，就是它一直会有一个圈，就是从一个小圈一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它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升级，然后无论怎样，反正你肯定是会进步的，有可能你进步的很大，也有可能你进步的很小，但反正你都是会进步的。所以说，我觉得不用在意这些，只要努力就行了。你会觉得有命运不公平的时候吗？我觉得会有，那又能怎么说呢？不过是认命吧。我一开始肯定会去，在一段时间内，我就会尝试去改变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到最后，如果我不能改变的话，我就会就是只能认命了嘛。那如果能改变的话，我肯定会把它改变了。无论怎样，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觉得之前是没有，现在应该，我觉得现在肯定会有一些，但还是很少。就是从别人的眼光看，我觉得几乎就是看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然后就是感受到自己有想法，特别是在就是这次舞台，从课程上面就上课的，还有准备节目这些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就是不是有挑选人嘛，每个节目，觉得虽然说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以后呢肯定会去尽100%的力去做到。就是经过时间一天比一天专注，一天比一天专注。那我觉得到最后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想实现的，就是应该都能实现了。觉得下一次见面更高、更帅、更瘦，其他我就不多透露，对，保留一个神秘感。再见。感觉有点平平的，也是我的错误嘛。一个烟熏妆从709熏到了最后，这不叫微醺，这叫酩酊大醉了。下次我还是服从化妆老师的安排吧。然后就是基于自己的表现吧，我感觉就是有点把所有的感觉融在一起了，就是说唱也没有硬核到哪里去，就是走自己刚直的路线吧，也感觉甚至把女团舞也拉刚直了，感觉其实我可以拥有多风格，但是没有展现出来，叫怎么说呢？要转换自如，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最满意，其实特别舞台我是最满意的，排的时间最少，然后老师又觉得我当节目的 leader 少，就给我压了一个 leader 在上面，然后就带着大家去排在那个短时间里面。当时因为时间短，大家都很焦急，出了很多意外，就比如小打小闹，然后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这样上课小打小闹，然后就没来得及时去制止，就后来还是老师来劝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失职，我应该，如果我是 leader， 应该管理好团队。但是好在的是呢，最后那紧张的时候，大家还是团结一心，不管什么还是都以集体利益为主。所以说，
在这很紧的3-4天里面排出来的节目，我觉得质量还是不亚于前面的。然后最遗憾的就是星空9，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但是又因为紧张，因为怕做不好，然后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我决定还是因为我不够自信，我一定要更自信。其实说白了，我是把张俊豪列为我的对手，然后现在又有新秀，有老 rapper 的回归，还有章子宇新 rapper 的崛起。我觉得章子宇这次发挥的居然还比我好，我一定要努力。这个确实是我自己这段时间疏忽打了自己的脸，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沉下心来，把自己的技术提高上去，然后再去说其他的事情吧。该服从安排是服从安排，在自己尽力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到最好。然后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还有时候自我否定。期末9第一次考核就是我的错，就是上台前明明我都试了伴奏，就算清唱我那词儿都是熟的，但是一上去呢就没了，就忘了。当时心如死灰了，我都还以为去不了呢，结果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硬核，然后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怎么说也是算是自己救了自己一把，因为自己的情绪上可能大过了自己的技术，但是我觉得技术和情绪要并进，所以还得努力。女团舞，头痛、肩膀痛、中段痛，还有脚踝痛，还有这个十字韧带痛，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一个心理上的痛，一个是肉体上的痛。心理上的那个痛呢，没有哭过，因为只是自己责怪自己，然后回去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好的反省。然后还有就是对舞台有一点遗憾，因为当时因为紧张，一句词儿裸了。然后肉体上的痛呢，我还是很坚强，没有哭。我哪次哭不是被你们拍了？不是吗？我哪次哭不是被你们拍了？然后我基本上，像我这种直男，我是不会偷偷哭的 ，you know。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的发泄方式还挺简单的，而且挺实用的，睡一觉，睡一个懒觉啊。就比如拍摄完的时候，第二天告诉我们下午1点钟来的时候，当时心情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很紧张，然后又因为自己的节目感觉还有很多欠缺，然后当时就很难受，然后因为做的差被老师说了一下。但是后来呢，睡了一个懒觉，第二天中午12点一觉醒来的时候，感觉什么事都在九霄云外，然后再吃了顿早饭就好了。就是我觉得你在一件事上，如果你找到了一种新的态度呢，它回来的圈可能就不一样。比如现在这个圈是白色的，没有上色嘛，然后这又是一片白纸，你就看不到这个圈，然后你慢慢的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颜色，画一次呢，这个圈可能就变颜色了。这是一片白色的海，这里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圈或者一个红色的圈，就不一样了。这个圈就是一个崭新的圈，然后说不定你还要加点花呢，这个圈还会变大。来就来了吧，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会被打败。如果说这一次没有做好，我觉得没有做好，那么就是涅槃重生。涅槃重生呢，一般都会比之前的要好，所以呢，敬请期待。拜拜。我觉得整体来说还好，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这次舞台比上一次舞台还是有一些就是有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次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双人舞不是很满意。其实我觉得女团舞我失误了一个地方，有点可惜，我好像抢了一排，但我当时还是反应快，然后就故意，然后又等了一排，然后才卡住那个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误，也是一个遗憾。双人舞台吧，首先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比较乱，看起来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就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那个效果。所以我总体来说觉得还好，有进步也有不好的地方。满意的舞台嘛，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咆哮吧，我就说我个人，所以我觉得咆哮比我想象的，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其实昨天看的时候，我就咆哮只看我自己，就我很专注，我看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就包括
就我的动作，然后一些包括唱的地方也就没有预想的那么差，还好也就。我觉得比其他节目来说，因为咆哮是唱跳嘛，我反而觉得咆哮还稍微好一点。然后包括什么女团舞啊，以及双人舞，然后一些7公9说唱之类的，我总觉得我没有就给出能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点。首先，我觉得是肉体上的、生理上的痛吧，就因为我们就比如说什么3个4，然后女团舞其实都有很多下地的动作嘛。然后可能膝盖啊，然后一些大腿肌肉或者一些就什么腰，对，还有腰就是女团舞要用到很多腰嘛，我觉得，然后就可能因为我们中间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比如都跳的那种液化或者那些就没有很用到腰这块的，然后就因为这次突然，然后就跳那种比较腰啊，然后膝盖因为要下地嘛，然后所以就会比较有痛。但这也很正常，忍啊，没有因为这个而哭，觉得心理上，因为其实这次就还是也选了一些就比较对自己有挑战的一些，就包括那些说唱嘛，也有挺多快嘴的地方，然后节奏很强的地方，然后比如唱歌啊这些，然后年轻的战场，然后也是自己写词嘛，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上一次比还是突破了很多，然后可能就比如有时候唱歌呀，可能还是因为有些不自信吧，然后可能会比较难受，但其实我觉得我经过这一次之后会好了很多，对，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开口唱歌了吧，其实也就感觉就得到反馈，就得到声乐老师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但其实给了一些信心吧。首先我觉得就我告诉自己就不要太在意那些看法，然后尽自己努力做好，就做到自己最大的那个程度就好了，然后给了自己信心。我觉得我这个人，哎呀，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从小的原因，但其实有时候就比较在意以前吧，但我觉得现在还是改了很多，就类似于花瓶，就只有长得好看，然后没实力吧。其实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肯定是不愿意做这个花瓶，我也希望就是这个花瓶至少能插上花，就相当于就是有实力。肯定听到过，但可能我觉得当时也就真的很在意吧，然后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也不知道，可能不就是那种不轻易间听到的那种悄悄话那种，我觉得肯定也是就象征着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困难。我们到了下一个圈，肯定也会有更大的圈在等我们，就我们要去突破那些。首先第一个吧，就是其实我比较赞同可以打破这些圈，因为其实我坚信自己如果足够强大，就真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束缚，就真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前提是你要足够的强大。认不认命？不认。命运带来的东西可能有好有坏，但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肯定有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跟这个命运的圈不一样，我肯定还是会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怕这些，你永远不去打破这个东西，其实会一直就在你心里面。如果你永远去逃避的话，你永远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面对它，解决它。我觉得有，但我是那种不会太表达出来的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有好有坏，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其实吧，只能说每个节目都完成了，然后也挺好的，但是离自己想象的还差一点距离，输在了一些细节上面。我也不是说特别满意吧，就是相比较起来，我觉得满意的就是特别舞台。其实当时我对那个双人舞抱很大期望，但是感觉整体下来还是可能没有磨合得太好。
Thanks， 太乱了。还有女团舞，哎，我都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就，我这样打死我那个时候的自己。我想那个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当时我觉得应该就是跳出来就行了嘛，但是我觉得肯定如果从台下就是从那个镜头里面看出来，感觉还是不够，还是没有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要再那感觉还是要再多一点。其实我觉得先说外痛吧，外痛那就肯定就是脚受伤，脚受伤，然后前段时间膝盖有一点痛。其实外部的都还好，其实还有比如说，当时是彩排第2天的时候，当时我不是弹那个 I Believe 吗？当时就是说，我们当时连排了一遍，但是连排之前说我弹的错了，我调都弹错了，所以我要在连排在表演前1天，然后呢从头到尾都改完。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对于我钢琴的技术来说。其实特别舞台这个舞蹈学习也算是这么久从来没有，就是从上次48小时过后，我没有这么快的学舞过。其实有很多收获吧，就是包括是自己的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些东西，就可能想的会更成熟一些。就是其实我感觉心的调节也没太好，也没做得太好，只能说是长了一个教训吧。对，可能以后也会注意到这方面，就是有了很多经验，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这算是一个成长吧。其实我觉得，当时我进公司的第1年，就是第1页新年音乐会第1页的时候，当时我就跟一些工作人员沟通啊，当时我就觉得我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不是自己，就是太注意别人想法，就是别人想让我怎么样，然后我就得做成什么样，就是不能有些自己的东西，就是感觉像你为了别人去做这件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很累，然后我自己又比较懒，就是我就想这样我觉得挺累的，就是自己心里也挺累的，身体也挺累的，所以当时好像就调节了1-2个月，就感觉好很多。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如果太在意别人的那个想法看法的话，反而还把自己也搞得很累。我觉得，当时我记得也是小时候，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还不想走这条路，就是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当时我说考大学嘛，她说考大学，如果你考了一个很普通的大学，你只有自己去选择别人，然后就是去选择工作，是只有你自己去选择工作，然后呢，可能有时候工作还不要你，对吧？然后你可能找了一圈，然后还没人要你这个人。但是他说，如果你上那个很好的大学的话，就是你这个起点就高了，就是可能就是各个公司他都会来选你，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出手，就是就有很多种比如说什么这个大公司那个大公司他自己来找你。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吧，就是就比如说你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方面都提，就是在你这个地位就很高了，然后呢，可能就是你选择的权利会更多一些，或者别人选择你，就是你不需要自己选择，就有很多选项摆在你前面。对，因为我觉得拿我就是这1-2年的经验来说吧，我觉得就比如说你把这个痛就是想的太重要了，就是感觉它很伤痛你自己，然后你就一直会想着它，然后可能它会这段时间感觉自己心态就是一直不是很好，感觉自己想了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像也有人跟我说，就是在你就是你痛苦的就是你悲伤你痛苦的时候，你很难受的时候，你想的东西会比你开心的时候想的更多，然后也许你经历过这段痛苦的时候，你就会有新的东西展现出来，或者等到你发现。其实不一定痛苦都是坏的吧，你得到了也失去，你失去了很开心，但是你得到了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想法。你这么问我，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有野心的，因为我感觉我现在从刚进公司到现在，我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只要有机会接近他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是想要努力去接近他。但是我觉得如果就算现在没有抓住他，但是肯定以后还是会抓住他的。我一定会拼死，然后一定要达到那个地方，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哪怕现在压力再大，其实我觉得还是想一想，
如果到那个目标，达到那个目标，自己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其实当时我就想，如果一达到那个目标，然后我就会得一些改变，然后我一想象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让自己更快的去享受到这种感觉。其实觉得只要有机会，还是闯一闯吧，说不定呢，对吧？反差、惊艳、绝美，然后敬请期待吧。拜拜。就整体来说，我觉得就可能一些整齐度之类的地方没做好，还就是细节嘛，每次都是细节嘛。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很好，好多都不是很满意，满意的说不出来。我觉得就演完下来感觉还行，就是回来就可能有老师在说，就有的老师就说我的问题所在，然后我就觉得反正不是很好。舞蹈老师说我舞蹈的美感不是很好，声乐老师说视唱练耳的就是音准啊，可能有些偏。然后我们管理我们的老师说状态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吧？就觉得其实每次想就是把东西做好，但是好多地方就不算野心嘛，就是好多地方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你想把这块做好，然后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可能各方面都有吧。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太多了，然后就是你这个形体吧，然后你跳个舞这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就是可能得到的评价就会低很多。就是觉得我以前就是把事情太有点憋在心里了，觉得就其实对，就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就是其实当时不是闹了2次矛盾嘛，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就在笑吧，然后就是我可能舞蹈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也笑，就也不是笑，就是我感觉他们在嘲笑我，但是他们其实没有这种意思，就可能单纯的开玩笑或之类的。其实现在我觉得要好多了，就是可能以前对就是有点憋，然后现在我感觉放开很多了。也有吧，就比如说就是你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然后你下一次就每个人就必定会有进步的，就是你可能进步的大与小，就可能你现在在这儿，但是别的同学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可能走到更前面一点了，就大家都在进步，但是就你进步的小了，可能就感觉没有，就感觉有点原地踏步的意思，就可能我的伙伴们也会就是一起进步嘛，然后就可能看你进步的大与小，然后可能我觉得下一次就是舞蹈方面，我可能形体就是曲线美会好一点，好很多。唱歌变声期不是很说得定，但是我觉得肯定也是可以的。整体我感觉大家表演的都挺好的呀。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2个节目不是很好吧，就是温柔感觉自己的表现力不是很好，就是可能和朋友们相比就是些许乏力了一些。对，可能是因为我弹的是那个尾奏部分的 solo 嘛，然后就怕自己有点弹错，然后就可能表现力没有那么足。比较满意的也是2个吧，可以，就是当趟，我感觉我们5个人就是到后面那段表现力也都出来了，然后就是我们5个可能长得有点小，可能加上伴舞老师之后才撑得起场，可能之前就是看着有点空吧，
还有庆功酒，我感觉我发挥的还可以。对，就一开始就蛮喜欢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就带我在家看电视，看《中国好声音》，看了之后就长大了嘛，长大了之后就没怎么看了，然后我就看到了新的节目《中国有嘻哈》，然后后来他就改成中国有说唱啊，中国新说唱了嘛，然后我就感觉说唱很帅，就喜欢上了说唱，就经常喜欢去听，对，就比较喜欢说唱，可能就在家就随便唱唱什么的，但我也没几个能拿出来唱的，我感觉。然后看这次有庆功酒嘛，然后在之前的他那个节目里也听过，然后感觉就是挺飒，就是很帅，很豪迈，然后就选择了这个节目，就想挑战一些自己。可能其中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纯舞嘛，可能在教舞的时候，老师教的速度比较快，可能动作就没记太熟，就只有后面的问老师吧，然后再向老师请教。女团舞的表情管理，我有的可能抓不到，对，那也不算痛嘛，就是算觉得自己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对，其他应该没有。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困难过吗？好像没有，还挺坚强的，好像小伙儿都很少。没太哭过。野心肯定有啊，我感觉我这次就比较有野心，就是没有选择自己擅长的，就是选择去突破自己不是很擅长的。我觉得这就很野呀，可能不是很强，可能是一时冲动。我觉得一时冲动不好，应该是自己想好了之后再去野。对，我觉得有野是好的呀，就是挑战嘛，可以。其实这个野也算突破了自己的这圈嘛，能长高点就长高点，然后变白，然后把牙长齐，舞台表现力好一点吧，表情管理吧。拜拜。庆功酒还行吧，我自己觉得还行，就刚刚表演完的时候，就感觉还行。然后不是很满意的特别舞台和那个女团舞，我感觉没有在练习室跳得好。先说外在的痛，外在的痛其实我还是表现的不是很强烈，就是减肥的时候有点累。就当时不是太胖了嘛，然后当时就跳舞的时候很累，然后舞蹈老师让我把那个多穿几件衣服跳，让我多流点汗，然后当时就很累又很热，因为刚好又遇到是夏天，成功了一半吧。现在还在减？没有，不想减了，也不是很满足吧。但对于这次来说，应该算是满足了吧。就之前我不敢就做一些肢体语言，因为我觉得我害怕做错了，然后就经常不敢加。有些比如说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去台上的时候，我都凭借着自己的想法在那儿做，然后就没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吧，就没有完全的投入进去。但是这一次就是会好一些。练习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野心吧。就我可能表达方式就不太一样，可能还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实力没有那么强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有野心，应该是到了某一种境界才能表达出来的。反正我是不信。我之前我有就是经常看一些励志视频，当时就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运动员呢，他们有些可能从小出生就可能家里也没有那么富裕嘛，然后从小家里生活的就很困难，然后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梦想吧，然后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过得还不错。其实我不相信命运，每次都有这个环节。下一次见面，肯定第一点就是会有改变呢，
然后下次见面肯定会更帅、更高，还是一样打破属于自己的一个圈层，然后踏上，不是踏上，就离人生成功更近了一步。拜拜。